植物正在开花啊，它的新叶非常黄啊，包括畸形、卷曲，是吧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老叶油绿啊，新叶发黄的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咱们怎么解决？表象它属于一个缺失中微量元素啊，你们去查一看，缺铁性黄叶啊，我去浇铁呀，去浇这个浇那个啊。那么咱们声明一点啊。这个时候你去排查你是不是施肥的磷肥过量，夸往土里灌磷肥啊，它这个土壤当中它一般不会缺铁啊，只不过间接性的缺铁是什么？磷和铁产生了拮抗啊，导致铁失效啊，包括新叶畸形，你施加磷肥催花，磷肥过多，磷和钙也产生了一些拮抗啊，导致植物吸收不了啊，产生了新叶问题啊，这种问题能不能解决？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咱们佛系一点，咱们先赏花。啊，这个叶片不着急解决，为啥啊？这个时候咱们其实可以用肥啊，包括一些螯合铁呀，包括一些中微量元素氨基酸的一个叶面肥呀，都可以用，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啊。但是啊，你喷完叶片以后，花会掉啊，花苞上沾上肥、沾上水啊，它就会发黑脱落啊，甚至有些花苞没打开的，它打不开了啊，直接掉了。这种情况像我怎么解决？我会等它花开完以后啊，我们就夸的进行修剪，包括啊，咱们所有花开完以后啊，修剪，同时我们会进行换盆。如果你植物啊，所有的新芽出现大面积的这种缺铁性黄叶啊，甚至缺树畸形的一个表现，那么土壤它不太好了啊，就土壤当中酸碱失衡。导致中微量元素吸收一个障碍，是吧？土壤偏碱性啊。另外，咱们过量的施加某种元素的时候啊，那么土壤当中啊，它呈现各种物质产生拮抗的一个问题啊。某种元素在土壤当中过量的话啊，那么这个土可能已经坏了。有些人说我不换土能不能解决啊？这时候你要往里边去加一些有机肥啊，但是它缓解的速度、分解的速度会比较慢啊。咱们直接的修剪以后给它换土，然后。这棵植物啊，长新根以后，那么再长出来新芽、新叶啊，那么它就恢复健康正常的一个状态了，对吧？这个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植物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方式，而不是说出现缺铁性黄叶啊，我夸补铁，是吧？后期又不开花了，抑制磷的吸收了，又不开花了，我夸的补磷。植物你补一补就会发现啊。开完花以后啊，这个植物基本上就死了。土壤盐害啊，土壤盐超标，那么植物轻则僵苗，重则根系退化死亡。那么开花植物什么时候停肥啊？咱们分4种情况，避免咱们用错肥啊，导致植物的花期缩短。那么第一种情况，像我手里边这盆杜鹃啊，整个四面八方花开的非常多了啊，这时候咱们要停肥。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催花的话啊，它这个花苞会提前衰败脱落啊，导致它的花期缩短。那么第二种情况，像这盆蟹爪兰啊，这个花苞比较生啊，花苞比较多，但是开放度比较少。那么像茶花啊，开放度比较小的，然后花苞都比较多、比较生的，这时候咱们不能停肥。那么第三种情况，像这个四季桂呀，像米兰呐，像那个三角梅呀，花期非常长的啊，可以说是一直开花的这些植物啊，咱们。肥料要给上，要给足啊，它是一茬接一茬啊。如果咱们断肥的话啊，那么后期啊，它的开花效率就会低很多。第4种情况就是咱们结果类的植物啊，大部分转色完成啊，停止膨大的时候，咱们要停肥啊。另外的话，如果说它持续结果，而且在家里出现持续开花的情况，咱们这个阶段啊，这个肥料。同样是不能停啊，咱们把肥给足，让它继续的去开花结果。你像那个柠檬，包括咱们养护的这个草莓，包括这个蓝莓啊，它是持续性的花期和果期的这个植物啊，咱们肥料一般不给它停。那么有些人问了啊，你用啥肥啊？咱们催花的时候就用这个观花型营养液。1毫升营养液兑3到4斤水，那么浇水的时候就带着这个营养液啊，去浇根当水一样给它浇透就 OK 了。那么咱们分情况选择性的去施肥和停肥就 OK 了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